新加坡是第2代了。牛车水源是新加坡华人移民聚居的地方。牛车水源贸馆位于新加坡宝塔街，它是来纪念早期的华人移民生活。今天阿迪带大家进入这里。在我后面的就是粤海清庙，它就是建于1820年的，就是当年的潮汕人来到这边搭船呢，在这边做生意讨生活，为了祈求平安，请来了妈祖，然后呢建了新加坡第1座的妈祖庙了。然后的话呢，后面又是祈求平安呢，就请了潮州人的神哦，主神哦，就叫玄天上帝，也是我们现在的老爷啊、老爷啊。然后的话呢，在1826年呢，这个妈祖呢和这个老爷就合二为一呢，就变成了现在的粤海清庙，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。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正门啊，写着风调雨顺，现在下着大雨，没办法。左边的话呢，就是有这个妈祖，然后右边呢就是潮州人的这个拜的这个老爷。然后上面呢，建筑风格都是这些浮雕建筑，就是经典的一个潮州人的一个庙宇。现在我所来到的就是新加坡的宝塔街哦，流水车原貌博物馆，它就是当年这边的华人街的一个古貌，然后呢还原了一个博物馆。我父亲是在新加坡，公公是在中国来的，他在新加坡是第2代了。现在第2代啊，有回去过吗？有回去过福建吗？有，带过爸爸回去过。哦，厦门那一代。那挺不我不年轻了，我57了。我看到，我以为你才40多而已。没有57了，这是我兼职的退休工作。这个就是展示50年代的一个流水车的一个店铺，唐人街流水车就是牛车运水的意思。这里展示了1909年福建街上的牛车，真的很多牛车，难怪叫牛车水，就是还原30年代中国街的一个街景。然后来到这个洋服店、裁缝店在这个宝塔街当年是非常出名的。这是还原当年店的一个店貌，这是门口了。然后这个就是它当年的一个相片很有古色古香的味道。裁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72房客》，里面就有个裁缝佬还原了当年的一个场景，连这个袋子，这个袋子也是非常的有年代感的。还有当年做裁缝的一个包装，古色古香，用纸的，还有用这些尺都是用木头做的。说到裁缝的话，就少不了这个裁缝机，是吧？还有很经典一个水壶。然后我们进去再看一看，这个就是当年裁缝工作人员的一个办公室，保留了古色古香，包括这些所有的用具，水壶茶杯你看当年的熨斗古色古香真的。工作坊他们的。这边就是一个天井，当年晾衣服的地方下面还有婴儿车，都是当年保留下来的，非常古色古香。还有一个鸟笼，这个就是当年主人的一个画像，还有这些真的保留了原汁原味都是用木头做的。看这个拜元宝蜡烛香，这拜神的地方。喂，大家嚟開飯啦，午飯準備好啦。聽到沒有？有聽到很熟悉的廣東話嗎？就是這裡的一個廣播，模擬當年的一個場景那你看，這是當年學徒住的一個地方。
里面的一切都是保留了原汁原味。这是大司机主人屋，看，还有旗袍，当年民国的旗袍，保留了原汁原味。还有当年的一个厕所，那里有个石盘，下面放个木桶。这是它的厨房，药包啊、鸡蛋啊，还有锅炉，然后在那里放柴火。那小孩子，你几岁啦？4岁啦。好咸。大家嚟開飯啦，午飯準備好啦。A 明仔啊，佢叫埋老闆同埋其他人一齊。老闆娘，你那个楼梯也是木头制作的，就是还原当年的一个味道。你看这里有写医师的小隔间、小贩的小隔间，还有木屐匠啊的一个小隔间，小贩。很有古色古香的味道，真的。三水啊啦，三水就是广东的，这个隔间就是当年住着山水的一些妇女啊，来这边工作，然后这里就是当年的一个房间。还有一个杏仁饼，当年的杏仁饼。来，还有当年的一个烟草。来，这个就是当年的一个电子开关啊，在现在一些在广东当地啊，还有一些老房子啊，也会还会保留这些开关的。这是做木屐的，他的房间，当年的房间，还有保留了当年一个报纸，南洋山报啊，所以叫做下南洋。这就是木屐啊，就像现在的拖鞋。这边呢，10口之家，这个小隔间住着10口，哇，很不容易耶。你想当年，真的，这里看起来还不到10个平方吧，都不到。还有当年留下来的衣服，住着10个人，那里有相片，可以看得到当年他们的留下来的相片。这么小的一个房间，住着10个人。其他8个都是小孩，他们的小孩了。你看裁缝、烫斗，当年的烫斗，还有裁缝机哦。你看这个风扇就有来头了，也是非常历史悠久的。仁医人家，这就是医生啊，就很像那个70房客里面的应有尽有，有裁缝佬啊、技工服啊、做鞋做什么的都有，医生啊。2块5块。哇，当年的一个日历啊，我的手就这么大，很小一本的。他们的当年的一个相片，就是很不容易啊。当年的华人在这边讨生活，在新加坡讨生活。这就是当年医师的照片，然后这边呢就是他的工作柜台，有磨药的，还有各种药品、中药之类的，还有出勤所带的行李箱，还有当年的雨伞也在这里，很经典。
这个隔间属于4位来自广东顺德的妈姐，也是当年的一个日历哦。你看，哇，4个人吗？4个人住在这一个小房间。那个一盒一盒的那些啊，它不是盒子，而是枕头，当年的枕头，还有麻将哦，刚好4个人可以无聊可以打一下广东麻将。这就是当年的一个相片，非常的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的海外华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是非常的奋斗，非常的艰难，才有现在让我们这些后代一个舒适的环境。木匠就是做家具的，锯木头，然后所居住在这边。鲁班先师啊，所有的木匠的祖师都是信奉鲁班的。这个是婴儿床哦，就是当年据说这一对夫妻，然后他老婆就在这里生下了小孩，然后就在这里养育哦。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显得非常的有年代感。人力车夫了，就是推车了，以前上海那种推黄包车的，里面还有抽大烟的，里面还有水壶啊、茶具啊之类的，还有这一张哦，非常有年代感的宣传图哦，上面写的城里祭酒卖酒的。这边是3楼哦，还有90世纪末叶哦，中国面临严重的饥荒呢，生活贫困，社会动荡不安，10多万的华人呢，唯一的出路就是什么呢？下南洋。这个模仿一艘小船，别无选择，真的别无选择。主要的就是像我所说的福建、广东，还有这一片，还有海南，就是保留当年的华人过番下南洋的一个场景。肉骨茶呢，也是当年我们华人劳工偶然间制造，当他们买了当地的排骨或者骨头，然后和那些中药材啊就放在一起熬了，然后在偶然间呢就制作了肉骨茶，因为吃了之后会浑身有体力嘛，那没办法，当年是真的很苦啊。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地道的一个名字啊，叫菇类，走菇类啊，苦力啦，就是苦力，非常的难。他说当年的华人说只要有力气，什么都能弹得动，很难哦。一辆当年的自行车，这里就有一张图拍这张图就是1890年，就是当年的粤海清庙。你看当年的华人需要做的小的木船，有可能随时都命丧于海洋，然后漂流了500多个小时，才来到了南洋，就是现在的新马泰。然后来到这边呢，所做的工呢也是非常的劳累的，只要有口饭可以讨一下生活就 OK 了，非常的不容易，来之不易啊，真的。这里就有一个当年华人的一个语录，他说我对新加坡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里肯定是外国人的土地。身在南洋，心繫家鄉，有说过，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这边有很多的会馆，就是同乡会啊，为这些同乡还有宗亲提供什么？提供最基本的福利啊，还有协助啊。因为以前的人不像现在什么都有，以前贫穷。新加坡的所有会馆都在这里，有什么呢？有福建的，有广东的，有三江的，有海南的，有客家的，还有潮州的。这里就还原了当时街道的一个场景，每天可以卖100双啊，拍摄于
1950年代。当年一个场景啊。讲古楼啊，什么叫讲古楼呢？就是当年的讲故事的人、说书人啊。話說的書接上一回啊，係咪？就是这样，差不多意思了。保留当时原汁原味的场景，这就是当年的流动电影车，还保留在现在哦，还可以看的，在这里，来看得到吧？非常古老啊，你看，这里就家常菜哦，看吧，就很多介绍，炒粿条就是经典的潮州小吃，然后沙琪玛就是经典的广东小吃，肉骨茶不用说，就是当年的海外的华人做劳工非常辛苦，然后和肉骨啊，还有当年的一些中药和茶混在一起，为了吃饱才有力气。潮州鱼丸面，还有吊椒妹啊。有椒妹是非常著名的，到现在在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街头小巷都能看到，还在卖。看完了，很不错，很还原当年華人的一個場景，很辛苦。呢邊附近就係唐人街啊？係啦，呢度就係唐人街啦。你有買咩？我啱啱喺呢度睇呢個博物館。你香港嚟啊？我廣東，我吊蕉罌。我都係吊蕉罌。呢個吊蕉罌。吊蕉地個啊？刷頭啊？咁喺新加坡好玩冇？好玩，就係物價有少貴咯。係啦係啦。食嘢咧？食嘢唔錯，好多都係還原。比如話你去食福建嘅嘢就有福建味，廣東就有廣東味。